人人都说养儿防老，重男轻女就是这么来的，可只有真正老了才知道，儿子就像是吸血鬼，恨不得榨干自己身上所有的积蓄，等真正躺在病床上后，只有女儿才是最贴心的。小满生活算是把养儿不防老的观念给彻底写实了。叶家老爷子本身就抠门，正好碰上儿子要买房，这就相当于是在自己身上扒层皮呀。当年儿子结婚，老爷子已经拿出半辈子的积蓄了，本以为买个2居室就可以轻松过日子了，而他年纪也大了，平日里顶多做饭、接送孩子什么的，只要继续维持下去，也算是能安享晚年了。可谁能想到，叶一凡执意要为了孩子上学方便而买房。再说了，父亲都那么老了，总得有个自己的房间吧。100多万的房子首付，老爷子出30万，丈母娘出20多万，又找陈丽借了40万，这么算下来，叶一凡夫妇倒是一点积蓄都没有呀。身上最值钱的也就只有名下的那套2居室了吧。也难怪叶一凡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是狼狈，连给孩子换房都这么费劲。可满打满算下来，夫妻之间又少了30万的缺口。叶一凡也是没办法了，这才听了别人的馊主意，假装与妻子离婚，起码能够省30万出来，之后再复婚就是了。不过何家如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，因为他实在想不通，一个房子而已，何必要把自己逼到离婚的地步。如果不是叶一凡来了一套先斩后奏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签字的。不过在签字之后，叶一凡再三保证自己对妻子的爱天地可见，如果有二心，就让二宝或者老爷子出意外。话说他发毒誓，怎么还从老爷子身上下手呀？好巧不巧的是，那天正好是老爷子的生日，人家都在老友面前夸下海口了，说自己儿媳妇肯定会好好安排的。谁曾想，连一碗长寿面都没吃到的老爷子，竟然还被自己的亲儿子给诅咒了，这不到反天罡吗？有了媳妇忘了娘，这句话放在叶一凡身上，别提有多合适了。不过这里的娘的换成爹，因为他的母亲早就过世了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父亲又当爹又当妈的将他抚养长大，老了还得伺候他的媳妇和儿子。老爷子没什么怨言，只希望儿子能对自己好一些，可人家眼里只有自己妻子的喜怒哀乐，倒是把他这个糟老头子给彻底抛之脑后了。试问叶一凡在老爷子的眼里能不是头白眼狼吗？老人的心思是很敏感的，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叶一凡忽略父亲的感受，还抠走人家的养老金，老爷子能不心寒吗？不过这就是养儿子的代价。